有人说，登山好像是人生的考验一样，可以训练你的意志力。可是我认为这好像是两回事。登山的困难只是你身体的痛苦、氧气的稀薄而已。但是其实你的心是很愉快的。可是人生难关，不只要付出体力，大多数都还心累。所以这根本没办法比较。那拉干嘛走左手？经过了2个小时的休息之后呢，我们决定到他们镇上去走一走，看看这一片美丽的村庄有什么可以发现的呢？毕竟我们是来旅游的嘛。哦，怎么那么冷啊？看一下现在几度，有太阳还那么冷。4度，现在只有10度，那晚上一定是负5度左右，负5度。它这个驴的屎啊，怎么这么圆啊？觉得很可爱哦。可爱呢，你拿起来吃啊。你想饿吗？你吃啊。你饿吗？你吃啊。你吃啊。基本上没什么人。下了车之后，只见到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，我只看过4个人。我靠！怎么了？痛哦。我们的 UP 主接下来2天应该是您现在这样应该不应该走？真的哦，要不然你在这边坐着啦。刚刚我不如回去。对啊，不然你回去我就走啊。走，慢慢走，慢一点。好，什么你？连雨崩村都上不去，看我来干嘛？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到那个冰瀑的下面的一个休息站，我们后面就是冰瀑，大概还要30分钟。那这里好像有一些住宿的地方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个就是住宿的地方，它就是板子。好，我们问一下老板，这多少钱？老板，你们这里住宿多少钱啊？1个人50。1个人50哦。啊，睡哪里？睡那些地哦，帐篷啊，这地方可以睡吗？方，现在睡不成啊，是不是？哦，现在睡的人是比较少啦。现在睡的是有点少。哦，啊，这个是我们上去拜拜用的吗？嗯，对，这是不是那个酥油啊？就是所有灯。哦，酥油灯，我们上去可以点。对，我们马上就上去点，好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谢谢。那我们就谢谢，出发 ，OK。好，出发。下来休息个。应该有到-10度，对，负10度，而且风非常强。因为真的这边非常的冷，对，这边的树都是倒的歪七扭八的。这边这些积雪，只要如果有太阳晒的话，它们就会融化，然后会发生雪崩，然后雪崩就会把这边全部摧残。我们现在距离神瀑底下只有大概不到1公里的路程了，我们即将要完成我们的冰瀑探险了。神瀑就是这上面的冰川融化下来的水，听说冰川的水可以达到零杂质的纯净的程度。现在这个地方海拔是3394，这个石头啊，被当地的居民称为是上帝的财库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把硬币啊、钱啊、纸钞，或是他们觉得比较昂贵的饰品，都挂在这个财库上面，或是放在财库的角落。然后甚至还有人把衣服都堆在这里。哇靠！这里还有信用卡哎！哇，太酷了，这里还有信用卡哎，还没过期哎。真的好。对啊，2022 1月才过期哎。靠，屌哎这个。好，继续帮你放在上面。
看，这放信用卡真的屌，不知道它是掉了还是放在上面。雨峰神瀑最后的500米冲刺，好远。加油！真的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！哇，这里真的很漂亮。打扰了。这里是养猪还是鸡呀？哎，有猪哎！啊，小猪好可爱哦。他们会不会冷啦？好可爱哦！哦，很凶哎，凶，他一过来就躲了。他怕赶回去。那是你女朋友吗？哦，这只好漂亮哦！你看它对，毛色。这公鸡很漂亮，可是早晚会被宰的。对啊。我的老人外景队，被击落。哇！这里哇哇哇！这是全景哎，真的哇，好赞的。这个就是那个 hotel 的概念了嘛？汽车旅馆，美国的汽车旅馆。对啊，因为你车就在外面啊。那他们的车就是马，对啊，马拴在外面。对，要出门骑。啊！然后另外都是，我就知道你要讲这个。这里可以拍一张。好。好。好，你不要动哦，帮我拍一张。这哦。蹲在马屎拍照的布莱恩，哎，怎样？拉我！我膝盖没有办法站起来，现在没办法。好惨哦。这边是卡瓦格博青稞堆，这座小丘是卡瓦格博神建立在这里的粮仓，这里的草木都是天然的樟帆跟伞盖。哦，那个不能砍伐。能够从那边看过来的时候，只会觉得这个树怎么长得特别有自己的意志，不能砍伐。海拔3065，难怪有点吵。邂逅美里。然后对啊，这椅子可以让你坐，这坐了下去我爬不上来。对，而且会结冰。哎，那个有呢？啊？七彩梅里客栈，哦，那边是另外一个客栈。那边有个草原说，这里啊，屎啊，比石头还多。按照这个屎的分布来看，对，这边应该已经封住很久。你看那些屎到了这边之后，凝聚在这里，却没有再往前进，对，代表有很多驴子想要进去却进不去，要拉在这里。对，然后折返又回去了，是这样子吗？他这边转了一圈，你看它里面都没有屎。是的，请叫柯南。我是柯南。还有咖啡哎，这里有足浴哎，哦，我可以泡澡吗？泡脚了，泡脚我不是泡澡。们要认真的取材，他们都去山上帮我们拍东西了，我们怎么可以去喝咖啡？走。OK， 我们现在终于到了雨崩神瀑，哦，终于到这个地方了。在这个地方呢，对当地人来讲是一个圣地，我们终于做到了，探险成功。现在我们只要再往上走一点，就会到神瀑的底下了。这个地方可能是第一次面向世人的面前，因为这是秘境中的秘境，所以我们很有幸能够来到这边。等一下呢，我们会到去神瀑下面，就是做一个沐浴。他说这个可以消除一切的罪障，来生转生到空行净土中去这样子。等一下试试看。OK， 出发！啊，我们现在终于抵达了神瀑。神瀑底下有一个是神庙吗？佛塔。哦，神瀑底下有佛塔，然后我们要点这个酥油灯来祈福。对，这个跟台湾点那个光明灯的意思是一样的。
它里面点比较不会那个。好，好来。OK， OK， 好，我们的酥油灯都点起来了。好，我们的 Sony 哥来许个愿。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世界和平。好 ，OK， 好。哦，还按摩椅放外面啊，都是灰尘，这怎么做啊？啊，哎，这边他们在做什么？啊，他们自己种的菜呀、自己种的菜自己收成啊。农村生活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再把它背起来，再把它背起来。请问一下，这个是什么菜啊？芒筋是人在吃的吗？哦，牛吃的，叫芒筋。哦。这要是结冰了怎么办？啊，我很好奇。对呀、他们说这边没有马，对，这边没有马，因为第一个马可能比较不是那么耐寒，再来就是他们要挑重的东西的时候，马的耐力比较不足。马就像跑车一样，轿车啦，轿跑车啊，这种是皮卡，对，这是皮卡，就是冲山路没问题，但是速度不快，你不用奢望它快，它是4轮传动就对了。对。那马大概就是那种二轮，然后但是0到100加速可以很快，但是流线型，对，但跑不久。风阻低，对，跑不久。但承载量少。对。这边真的像仙境一样，小桥流水，然后还有你看就在放的雪山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回去我们怎么走那么远？天啦！现在拍得到我们那一间吗？我们是不是走太远了？好啦，各位朋友们，我们先回去了，太冷了，越来越冷了。我们到了冰瀑的底下，终点。那因为现在可能因为温度还没有非常低的关系，对，这边还是有水流，但是这边呢已经全部都结冰了。哇，这整个地板都是结冰的。哦，这边会滑哎。 OK， 我们先到神瀑下面，大家可以看，其实这里有2个神瀑，你看我后方还有一个神瀑，但是神瀑的水比较小，这个神瀑水比较大。那因为这个时候可以洗净一切罪恶，所以等一下我会下去做一个灌顶的一个祈福，那顺便把我们 KWS 的手机壳，这个 KWS 手机壳它是可以防水的，哦，它是在水底下10米防水。那因为这瀑布的水是有冲击力的，所以我们试试看它到底能不能防水。 那我现在就进去试试看。小心点，不要滑倒。好，我们把手机壳放在这里。哇！那我们就在这里面给它冲洗个几分钟。那我们等一下拿出来试试看。我们现在冲洗的这个是神瀑的正水。 这就这样，用我们手机壳刚刚从水里面拿出来的，到旁边去试试。好，刚才我们这个手机壳跟我一起经过神瀑的洗礼，那我们来看看它能不能正常运作。好，我们把它打开，啊，好，你看都是正常的，这正常。我们今天拍照的照片，带的视频，打开也很容易，从这里打开，用这个。 把它拨开来，对，它是用2片式的，对，里面是没有水的，这个是刚好滴到的，对，对，里面手机完全是干的，水完全是干的，看一下，手机是完全没有进水，对，而且功能都是正常的，
哦，所以我们的 iPhone 完全都没有问题。而且如果我们因为其实这个水它是在0度附近的，它是非常冰的。可是它如果保护了我们手机之后，其实手机它不会承受那么低的温度，所以手机还可以正常运作。这个瀑布的水是有水压的，所以它是比你放在水里的进水的那个压力还要更大的。虽然你不太可能拿着手机来到这么高的地方，但是如果在这种这么严苛的环境都能够经过测试，你平常其实也不用太害怕什么样的状况导致你重大的损失。那我们现在要马上空拍，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等一下的空拍画面。其实啊，以后像你们这样子有空拍机啊，我也不用来了，我看影片就好了。我们目前人所在的这个地方海拔已经到3500米，然后让空拍机呢再往上飞500米，所以空拍机能够到的地方已经到海拔4000米。那我好奇啊，如果它真的雪崩把它埋掉了，我们还是有记录吧？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挂，应该已经不是记不记录的问题。哇，太帅了！这边怎么觉得连这些小动物都很欢呐、你看，刚来这边心情就很轻松。那走路好可爱啊！那这只后脚有问题，在吃那个掉下来的果子哎。这两只骡子啊，在这里。骡子啊？对啊，你见过？你有心事吗？好像有心事，想不开。小猪哎、那小猪又来了，好特别啊！这一幕很可爱。对呀、小猪要回去，要把门撞开。说起来了，他应该不是住这里了，他们到处去乞讨，是不是？从上面跳进去。
那这只也要学它了。它脚不好，它跳上去了。跳啊，人家都进去了，跳啊！做节目就做到这个德性。哎，不要逗它好了，妈脚好尖哦。不会啦，我对野生动物真的没什么安全感。刚走这一段我就受不了，我就不想走了。终于要帅气的接机啦！帅呆！这是那种冰裂开的声音嘛？对，如果可以拍到雪崩，然后不要弄到我们，这太帅了，这样。拜托，哦，有雪崩，真的会离开。不是，因为我在山上都要冷死哦。不会的，老天爷保佑。这么大的一个地方，现在就只有我们3个人，有一种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帮五色旗。小心哦！对，帮我拉一下。OK， 哦，终于套上了 OK， 啊！完成。好了，回程喽。完成。哎，我们的合照呢？最好。怎么样也要合照一下。好啊。看我们3个千辛万苦，被那2个人抛弃，对不对？还是要有一个属于我们的勇士照。好。走走走。哦，太硬了，好硬啊！好硬啊！你没有非洲骡子不可。戴起手铐了。对呀、撑了。拜拜。明天很有可能是3个人体验风俗民情，2个人去勇闯冰湖。Let's go。我们等下回去跟他们讲，然后你再拍下来。哦，对，我们就这样加。我说 Alan 跟 Brian， 我们说现在下雪了，再加200，不然不上去。他们已经把晚饭做好，可是现在才3点半，鸡已经炖好了。他们去拍片，我们吃鸡。啊！不行，我连鸡肉都要吃。随便你们呀，我这个是你们的，好不好？对。这一次我们真的是比较遗憾的，就是真的是爬不太动了，而且我的膝盖也受伤。对啊，这实在对他们很不好意思，拖累整个团队，所以我们也只能这样子啦，吃点鸡肉压压惊吧，看一下膝盖会不会比较快好。赶快补一下。你也来一碗吧。来，来，他们这样子我都吃不下饭了，所以我喝汤。对，饭吃不了，只吃鸡肉。来，在这里，来，不用客气哈。他们我夫妇回来了，他们是不是去当神？嗯，我不知道哎，他们单程哦。我夫回来了。没有，他们是来回。哎，那他说马夫回来了，是吗？他们我夫回来了。那怎么他们还没回来？马夫回来了。他们可能下坡想要自己走吧，因为其实跟步行路差不多。行啊，一开始才说225哎，搞到后来快要一趟变200多。对呀、干。哇，这鸡汤棒，很合理啊！他们去拍外景，我们拍美食节目啊。Hello， 各位，我们现在这是什么？神瀑之旅
神瀑探险队，我们终于下山了，对，步入平地了。有个累的。好，那我们的这一趟旅程差不多也要结束，我们现在就要准备回雨崩村，对，然后就要洗个澡，好好吃一顿饭，休息了。拜拜。拜。看到了。好，那上面按掉。热。然后你看你好，爸爸。我们现在终于快要到我们住的客栈了。哦，我们一路从神瀑下面走回来，我们走了大概快2个小时左右，其实还蛮快的。我们等一下就来看一下 Alan 跟 Brian 他们的拍摄人文风情拍摄的怎么样。Brian 哥，你跟 Alan 哥的人文风情之旅还顺利吗？那个罗比人多，罗比人多，冷到不行。你们上面一定会更冷。哎，我还去泡那个冰神瀑呢。我们刚那边淋水，然后把那个手机壳丢到下面，然后搞了2-3分钟，我差点失温呢。超级冷。我们上去，然后 Alan 就睡着。我们大家都累了，我们就先好好喝碗热汤，然后晚上大家早一点休息。好 ，OK， 好，先这样，拜拜，拜拜。我们刚刚睡了一觉，没有睡，是你睡。你干嘛这样子？然后他们也回来了，辛苦了。小学生也挂了。我本来我膝盖是没有受伤啊，然后我脚也没有任何就是伤痛，但是现在有了。我刚下坡，真的我走到我膝盖好胀，然后我一坐下，我马上理解你那个痛，这么胀，然后完蛋了，然后站起来，完蛋了，这个不行，要休息了，明天休息，全部队员通通休息。我们刚刚还在跟那个Sony在开玩笑，我们刚刚妈坐马上去，他本来说来回225，对，来回225，对，然后骑去，我们一到，他说，哎，你多重？你几斤？我说，哎，我算一下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？真的假的？然后我说，我在想要乘以2嘛，然后我想说我在台湾大概65，我说130，没有吧？我看你应该有150哦，你加背包，搞不好160、170。当初讲没有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好啊，不然你要那后来Sony就知道，他说他可能要加钱，他说那不然你们一人就是加100，就变325。然后我们就好，他们就做。他说如果我们请问这位姥姥，我是王爷好不好？你是王爷啊？拿那个热的那给他抱着。辛苦，太辛苦，很赞呢。我听到了，好像跟你讲的不太一样。我自己是很喜欢的，我自己是很喜欢。好可怕！你要去看一下我做那个业配，直接把那个放在冰瀑下面，我跟那个一起淋雨。真的啊？下雨啊？没有瀑布啊！瀑布，直接10度淋瀑布的0度水的，我出来快差点挂掉。我真的是，他整个头全部都湿的，靠！你会不会太猛了？然后那个手机壳好好的，哇塞！讲一下刚刚那个马的事情，听说他加钱。对啊，我们一开始哈，我觉得来这种地方就是
好，就是这价就讲好，就是这价格了。对，你一开始说贵一跟点，昨天那个一样嘛。对，你说贵一点我就接受嘛，对不对？他就一开始说来回225，好，结果一去他就开始跟他讲说，他就开始在洗脑啊。他说，你比较胖呢。洗脑是威胁。你就开始走的时候，他就开始说，那个你们现在来不及了，你肯定来不及了，因为马场上去还有1个小时。对。然后到马场再加100块。对。就是马场之后再上去再加100块。对。然后他又说，我们说我们考虑看看呢。好，我们就考虑看看。然后后来就说，好，那个马如果4点回来，它会天黑，太危险了。对。又要再加好像50块。然后就一直加，我算一算，2个人起码快1000块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说算了，不要，我就跟 Johnny 他们说，那不然我们自己走下来，我们单程就好了。所以单程175再加他说太胖100块就275，一个人275。对啊，2个550就已经比他一开始说的来回225要多了。我觉得当初我们要上马的时候，你就先讲好了，都没有讲啊。你先讲好就好了啊。对啊，你一开始说400我也好啊。对啊，来到这个地方就是要有这种心理准备，但是不要太夸张了。对啊，就是有时候那种就是很扫兴，就是这样子。自由行就是会这样啦，就是难免都会有那个，那反正不要太离谱啦，就是我们不要说危及到安全什么，反正我们应付得来就应付。那万一如果在半路给丢了，就叫你下马。对啊，所以有时候在半路我们不太敢说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钱要给他就给他，都半路才讲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做生意的方式啊，也是啦。所以其实接下来呢，江尼其实是有一些想法要表达。江尼啊，你刚刚没讲完吗？刚刚没讲完吗？就后来我跟 Sony 还有 Tiger， 我们就用比较娱乐性质来，就是带过那个加价的话题。我们就说现在下雪了，再加200，不然不上去。那这样还是我们要跟 Alan 哥讲一下，对，要跟他说一下。Alan 哥，那个 GoPro 360 200来回。然后 GoPro Hero 8 200来回，然后空拍机500来，看你觉得这样怎么样？然后我们可能走到半路的时候再说，Alan 哥这边有点难走，没有，一个人可能要再加个100来。飞第一趟之后，现在我觉得这风有点大哦，不太好飞。飞到3分钟的画面，你要飞5分钟的话，要加500。Alan 哥觉得这样合理吗？我觉得他那个真的不行啦，尤其是重量那个太夸张了。太夸张了。你怎么牵回来骡子？我们的重点不是骡子，不然是什么？教你。我教你怎么样？危险加强。GoPro加5，没有。可以啊，回去公司请款。对啊，你说我明天就直接跟他讲，这影片我们一定会播出去的。那像这个情况，我们一定会讲的。啊，那不行了，我们要住一天，最后一天再讲，不然我怕晚上有人。没有，这样子，我觉得这样太孬了。我觉得我一定要当他的面讲，这样。改天上吉普车的时候，我跟你讲。你是说明天你要？今天雨崩探险队只有我一个人出发，因为大家的体力都已经超负荷了。不用，不想动，这样。我们什么都不想动。这椅子好舒服哦，真的是太爽了。这就是我的午餐，1块牛肉干。在雪山下吃牛肉干真是个特殊的体验，好吃。最后的500米，可能要30分钟。到啦！真的，坚持就是胜利。啊，雨崩冰湖到啦！啊，好美啊！这个画面可能在媒体上可能是第一次出现。雨崩冰湖，好漂亮哦！那这样 A 了，我通过主持人的考验了吗？哈哈哈。